大家好，我是阿左，欢迎大家来到第2期的锤子报告。在我们上周发出第1期之后，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支持和建议，非常感谢你们。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第1次的报告节目。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将包括5个部分：第1，报告介绍；第2，触发原因；第3，风险规避；第4，应急方案；第5，事故总结，分成5个部分，为大家详细的解读分析这一期的事故报告。我们今天的事故报告选自由 AAC 出版的《北美攀登事故年鉴》19年版的一本书里面的一则事故。我们今天就开始第1期的解读。好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个锤子报告所要分析的一个事故所发生的山区。事发当时是2队人在攀登一个人迹比较少的一个山区，就当天2个队伍准备同时攀登一座山峰的2条不一样的路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红色和绿色是一个队伍，蓝色是另外一个队伍。当时他们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大概有450米长的一条路线上面，用一种 single push 的方式进行攀登。事发当时处于下方的这个队伍，就是红色和绿色的这个队伍，在先锋的时候，红色的先锋者出现了冲坠受伤。根据当时攀登者的描述，特别是保护员的描述，他是在看到了很多的落石之后，然后感受到了他的绳索被拉紧，就表示先锋者发生了冲坠。但是他在呼叫先锋者很多次之后，发现先锋的人并没有回应，他觉得他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可能，然后他迅速的固定好了他的保护端，然后用他的卫星通讯装置呼叫了当地的一个山地搜救队伍，然后同时用他的对讲机呼叫了在另外一条路线上攀登的 John， 然后John 他们这个队伍很快的回到了他的身边，然后重新先锋到了这个 Emmett 旁边，发现 Emmett 神志非常不清楚，迅速给他做了一个保护站的固定，将伤员固定在的这个线路上面，同时对他做了一些急救处理，包括一些保温包裹之类的，帮助他保温。根据当时的攀登者的描述，就是 Emmett 在冲坠之后被他的最后一个锚点给拉住了，没有让他继续往下冲坠。怀疑就是伤者是在先锋这块区域的时候拉爆了几个手点或者是脚点，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落石，同时导致了整个人的冲坠。有可能他掰掉了这块石头，第2次砸伤了这个 Emmett。 因为当时天已经黑了，是凌晨，而且有浓雾，直升机在试了很多次之后才发现了他们，然后很快速的把伤者送到了直升机，然后带离出了这个整个山区。那么这就是整个的一个事故分析。好了，我们在看完整个报告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触发这个事故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攀登者冲坠，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他冲坠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掰掉了一块松动的石头，或者是他在攀岩时踩掉了一块松动的石头，导致了他的冲坠。那么像这样的冲坠，其实在运动攀或者是高海拔的攀登中经常发生，造成的后果也不尽相同。这让我想起我在刚接触高海拔攀登的时候，也曾因为这样的经验判断不充分，出现过类似的冲坠。有一次我跟 John 在考察一个山脊路线的时候，当时要横切一段山脊，我在先锋的时候也是因为掰掉了一块非常大的一块石头，然后导致我冲坠，直接冲到了那个山脊下面的一块平台上面，大概冲坠了可能有3米左右。运气非常好，我在掉下去之后，然后就躺在了那个平台上面，而且我掰掉的那块石头也没有击中我，造成2次伤害。这样的情况其实真的很频繁的在发生，特别是在一些高海拔地区，大多数的岩石在高海拔地区都风化的非常厉害，而且非常破碎。就算是岩质比较坚硬的花岗岩，它有些时候它的表层也会容易破碎，特别是在受力的时候，很容易整块的脱落。甚至有些石头看起来非常完整，但是有可能它埋在泥土里或者是雪里面的部分会出现裂痕，你也看不出来。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当你一受力就把它整个从泥土里给拔出来了。用冰镐干攀的时候，我们同样容易产生这样的冲坠。冰镐的镐尖更小，它对岩石造成的一个压力会显得更大，特别是我们在攀登一些花岗岩的区域，花岗岩的表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石英的凸起，有些时候当我们用镐去勾住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只要你一受力，你有可能就把一块晶体给拉爆。岩石的脱落除了造成我们自己的冲坠之外，还有可能我们被这些脱落的岩石再次的2次砸伤我们自己，甚至
就算我们自己没有死，也可能脱落的岩石砸到了我们的保护员，同样造成了我们整个神队的一个不安全。所以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攀爬一些多段路线的时候，我们在设立保护站的时候，一定要建立在我们当下就要攀爬的一个路线的旁边一点，不要把保护站建在一个路线的正下方。如果保护员受伤，我相信你的攀登也是不安全的。当我们提到这些松动的岩石的时候，除了它会容易被我们攀爬的时候掰掉或者是踢掉之外，我们在放置锚点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放在一个非常牢固的岩石上面，而不是放在一些松动的石头上面，这样很容易导致你锚点的失效。我们再回到这个事故，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个攀登者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如果拉住他的这个保护点同样也失效的话，那么他还会继续往下继续冲碎，也许会受更严重的伤。所以说非常庆幸的是，他设置的最后一个锚点非常牢固，才没有导致他继续往下冲坠。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展开讨论怎么样去正确的设置一个保护点，我们这里只是想要告诉大家，你在设置任何一个保护点的时候，你首要条件一定是要保证你在设置保护点的地方的岩石一定是牢固的。当我们在用一些自然锚点做下降的时候，特别是这些岩石作为自然锚点下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而且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100%的确定，我们用来下降的这块自然锚点，这块岩石是100%牢固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点寄托在这块岩石上面，一旦这块岩石有任何的松动或者是被剥落，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好了，现在我们就来针对这个事故来告诉大家怎么去规避这个风险。首先，其实在我们做一些攀登时，不管我们在运动攀还是高尔夫攀登，遇到松动的手点或者是脚点，都是我们经常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养成习惯，在我们握住或者是勾挂的时候，准备受力发力的时候，一定要在自己站稳或者是 hold 住另外一个牢固点的情况下，去测试这个点是否牢固，去拉一下、摇一下，或者是用你的冰镐去敲一敲。一旦测试它非常牢固之后，我们才开始把我们的重量压在上面，准备受力往上。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习惯动作，就能防止我们因为点的松动而造成的冲坠。第二，那就是我们在进行多段攀登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造成一些落石或者是落冰，那么我们保护员的位置尽量不要正好在路线的正下方，这样可以避开一些落石。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设置任何保护点的时候，首要的前提就是保证我们每个保护点设置的位置是牢固的，是100%牢固的。第四点就是当我们在做计划和准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目的的去规避掉这些容易发生落石或者是落冰的区域，来保证我们整个攀登线路的一个安全。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海拔地区，要想出现这样反应迅速的一个直升机救援，现在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程度都需要攀登者进行自救。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告中的他们所做的一些应急方案是怎么样子。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他们应急方案分成了6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他们就把一些他们需要知道的一些主要的联系人给分出来了，而且把他们的一些攀登计划和紧急资料都发给了这些联系人。除了他们的亲属了之外，还有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救援联系人，以及其他的一些他们能够知道的一些，包括他们的后勤的协作方，以及包括一些熟悉这个攀登区域和线路的人。而且他们把他们的整个行程、他们的攀登目标以及所有这些攀登目标的潜在风险都很好的写了出来。同时他们还把他们的整个队员的一些装备及衣服颜色都给标注得非常清楚。一旦发生危险，他们也把怎样进行搜救、怎样进行救援，以及如果遇到死亡该怎样进行沟通的整个流程都已经想得非常好。所以说他们在意外发生之后能很快速的进入这些流程，开始一些很高效的一些对外援助。最后一点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包括他们的整个个人的身体状况、他们的保险资料等等，都其实已经交给这些主要的联系人。除了要把一些相关的资料交给联系人之外，他们在整个的装备，其实他们准备了2台的卫星通讯设备，同时他们也购买了当地的救援和医疗保险。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出发之前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包括去学习一些野外急救、冰裂缝的救援以及雪峰救援等。就像我们说的，就像在国内的攀登，很多情况你只能靠自救，那么自救是有前提的，就是你先要懂得这些包括野外急救呀，包括冰裂缝救援呀，包括雪崩救援这些技巧。
巧，你才能去自救，而不是说能自救，但是你什么都不会，那么这个等于是没有用的。而且他们这个队伍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他们是2个队伍在同一个区域进行攀登，一旦一个队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队伍可以很方便的协助对方。所以说通过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整个的一个救援方案其实是非常细致的，细致到包括他们会预先去设想他们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故之后，他们应该怎样进入一个搜索救援的一个沟通流程，完全就保证了他们能在出事之后能够进行一个非常有效高效的一个沟通，争取了这个救援的时间。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如果你的同伴能够对你做出一些正确的伤患处置技巧，这样能最大限度的维持患者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分析的这个事故原因主要来自于他在攀爬时候手点或者脚点的脱落，可能用力发力被掰掉，然后导致了他的冲坠。然后我们最后给出了一个大家可能都应该注意的一个规避技巧，就是不管你是在攀岩、攀冰或者是在进行混合攀登的时候，你在够到一个手点的时候，你最好对它进行测试，而且是在你的另外一个手足够牢固的时候，对你将要出手的这个点进行一个测试。我们同时也说到了国内一个现状，就是当你在任何一个高海拔区域出现攀登，如果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受伤的话，国内现阶段的一个3D 反应速度是不会像报告中这个区域一样会出现一些直升机的快速的救援。所有的救援队伍要从城市出发到达你所在的5000米左右的位置，都是一个漫长而且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说到，任何攀登者在出发去攀登的时候，都应该学会一些自救的技巧，包括掌握一些正确的野外医学的急救技巧，以及一些能够下放伤患或者是怎么样处理伤患的一些绳索技术，以备不时之需，这样才能最大可能的保证你的攀登安全。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垂直报告，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期的报告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下一期的垂直报告将带给大家一期滑坠引发的一个攀登事故，欢迎大家下期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话，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同时我们开通了我们的 B 站频道，也欢迎大家数字3连，你们的点赞将是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